情感观念大对决，恐怖情人阴魂不散，情绪勒索超可怕。他只要一分手，他就会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躺在那个马路上。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就会被车撞死。然后呢，警察看到这通电话是打给你，你的人生也就会被就是有这样的记录。玉石俱焚，对他就是也想会于尽了。对，好恐怖哦！美女主播被 PUA，却因这动作大歪楼。会想要穿比较，比如说像少女那种服饰或干嘛的话，他就会说。可是你不觉得你身为一个主播穿这样子很不得体吗？后来真确实导致我去逛街买衣服，明明我看那个衣服是我很想要，你知道露哪边？等一下，慢慢，你刚我还是露哪边？我想要知道那一件衣服在哪里买，因为单露这里是不是？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哎，晚上好，陈哥，怎么样，八妹？我是不是真的身材很差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自我怀疑了？怎么了？还不是我老公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还不是我老公。哎我觉得我被老公破，PUA 是这样念的吗？哇，哇。被他精神控制了。他控制什么了？我一向觉得我的身材是维持的很好的，没想到我说啊哦，没有，我说哦，然后呢？没想到我老公最近竟然跟我说，哎，你现在这个肉肉的样子是很健康、很可爱啦，只是这样有符合女明星的标准吗？陈哥，你老实说，我真的有胖到需要节制吗？有吗？这边来这样子，这样。啊，对，这边，你看是不是小很多？哇，真的好小，受惨了吧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主持方式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4位来宾呢，都曾经掉进了这看似关心，实则暗藏破的情感漩涡当中。他们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套路了？欢迎他们出场。就在我们这边，黄靖伦、西小瓜，欢迎两位。Hello， 欢迎好久不见的陈子贤，还有雨生，还有我们的智商心理师海苔熊，年度力捧新人，谢谢。女王团的3位代表，洪丽安、飞雪、欢迎3位。什么叫做 PUA？ 其实它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，但很多人并不那么清楚。对，它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PUA 啊 ？PUA，Pick Pick Up Artist， up， 它这个缩写，中文翻作呢叫做搭讪艺术家。这跟情绪操控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他本来是就是说有高超把妹技巧的人，很好啊。但后来不知道怎么，他就渐渐的演变成为他会利用操控手段对他人进行洗脑，然后透过贬低对方，贬低他的自我认同，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。当你觉得我这人不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没有我不行啊，对，哦，对，懂了呀。我刚刚在里面一直在想，为什么 PUA 把搭讪艺术家为什么后来变成情绪控制的一个人？其实最早那个搭讪艺术家，他是利用情绪操控来获得性资源，就我为了要跟你就来那一下，但我前面用了很多的招数，最后就是那一下，所以后来才演变成我各种操控，然后那个操控本身就延伸。它是有目的的。首先第一个环节我们就来。好，以爱为名，那些年我被爱绑架的事。我这个被破的这个人呢？他叫破，你是被你是被破的还是？我是被破的人，但是后面再讲一下，我也发现我常常破别人，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决定现在就念破了 PUA 啦，还是因为 PUA 3个英文字，我们讲破要快一点。对啊，破比较接地气一点的感觉。哦，破好来破。好，我这个对象他是我的一个前男友，然后他不止 PUA 我之外呢，他还就是双标。比较过分的是，我在拍偶像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女主角哦，然后呢，我要宣传一定是跟男主角一些情愫，让大家进入那个剧情。但他那时候呢，我要开拍之前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不准跟那个剧组的任何异性合照，连大合照都不行，只要里面有出现男生都不准。然后呢，我想说我是女主角哎，所以其实我那部戏。我都没有 po 任何跟男生的照片，然后剧组那时候想说我也很奇怪，为什么叫我拍我都不拍？但是其实就是这个男生他要求，而且他要求我就是连下班之后
我们都不可以有任何的对话、讯息、讨论都不准。但是呢，他很双重标准是，他就可以。他那时候在工作，他也是半个圈内人。他那时候在拍别的网络剧的时候，他也是跟那个他搭档的 CP， 他也不是什么女主角、男主角那种。然后他就是每天跟他拍，情人节还跟他出去过。然后你不生气吗？你发火呀，你飙他呀！生气啊，我很生气啊，我就说为什么你可以，然后我就不行，而且我还是女主角。他就说，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嘛。但是呢，他是男生，他很懂那些男生在想什么。他说那些男生就是想要跟你干嘛，他就想把你呀。所以呢，他把你看成傻子了是吧？他说他很相信我，他知道我不会，可是他觉得其他男生他不相信，所以呢，他要断绝这些东西，所以就是把我跟男生隔离。然后呢，在之后呢，我出去拍戏，要去外地一阵子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就是在我出去之前呢，就打了很大篇的作文给我，就是丑话说在前头，就是他说，如果只要你被我发现有跟其他异性有什么样联络干嘛，就是只要出去跟他们吃饭，那我们就完了。然后可是我明明就是在大家的眼中，好像是我是一个很有主见，很知道我要什么，我应该不会被这样控制。但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，我跟他分手之后，我很像被下了蛊一样，就是他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是他平常发的文案、写的就发的照片内容，他连上节目要回的那些 Q&A。都是我帮他做的，你干嘛都分手？然后我就很像是经纪人一样，你是小编呢？对，我是一个很完美的经纪人。缺前男友吗？我已经结婚了，不缺。然后呢，他就是需要我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出现，然后呢，就是传这些东西给我，就叫我帮他修啊，干嘛的。然后我就帮他做完，他就说，因为只有你可以帮我做的这么好，只有你最棒，你最了解我啊，你修的图最自然呐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得到一些情绪价值嘛。结果呢，一帮他做完之后，一交件，人间蒸发，就再也没出现。利用，这个不是渣男，这是很烂嘞。当工具人吧。你爱他什么？我就讲他有钱对不对？没有，他真的没有给我钱。对，你爱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你图什么？如果他在其他方面有过人之处的话，那也就算了。也没有过人之处，他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长颈鹿，我不知道。那你醒来的那一天是发生什么事？就是我老公出现。哦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突然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我不让别人来疼我？然后我要一个人去扒着一个不爱我的人，所以遇到对的人了。对。听起来很不舒服哎。对啊，听起来非常不舒服。我相信没有一个可以接受吧？这男的没有办法，太没用了，就什么事都不会做啊。其实蛮多被迫的人，他们是期待一种被看见，就是我如果可以在跟你互动当中，你可以看看我。然后帮你做事，然后你会丢点零食给我，然后我就，然后就继续去吃这样。可是你刚才学的是狗吗？要在尊重我们。狗是但是并没有，他甚至连连零食都没有给你，对，他就直接消完气就走了。就是这种人，他们会就是很擅长用一种句型叫做 if then。就是如果你怎样做的话，那就代表你不爱我。如果你如果怎样，那就代表什么？哈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哈，那是不是代表你要帮我多做一点？他们就用那种 if then 的句子，然后你就会想说，好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满足他的这个需求？他就会多看我一眼。对，他就会多看我一眼。所以像如果你是遇到这种会破你的，你可能要去想说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？比方说雨珊，你很怕，或许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不被看见。还好你清醒了。还好，清醒之后找到真爱。对，但每段都是学习啦。说得好，每段都是学习。我相信如果有结过婚都知道，多多少少一定会被另一半破，一定会破到心拢破。你确定老婆不要看这一集吗？老婆对，每次都要消费他才有的上通告，没办法。了解的。对你泡你在私底下泡，我就在镜头面前泡你。对，没关系，让他忍住。但我觉得说，我感觉好像每天都有被破到一下，每天都有一点点，就觉得好像我不在乎他，好像忽略他。不漠视他这样子，那像他工作很忙，他朝9晚5嘛，那我时间比较 free， 都是我负责照顾小孩，可能上学啦或放学都是我嘛，然后他一下班他就回家，就直接回家这样子很累，然后他就遥控我说帮我买这个帮我买那个，但这总是没有早点说，
打乱了我的行程，这点非常的不好。譬如说，我接小人，你有什么行程呢？你不是没什么事吗？不是，我接小人回家，放学了嘛，我们已经回家回到一半了，突然间密我，B，你帮我去个哪里买个饮料。就想说不早点说，那个在那边呢，我如果要回去买，要绕一个大圈，这样子非常的不方便。我也是一个很清楚知道我要怎么走的人，对，我已经规划好我的路线，就回来一半，我再回去浪费好多时间。他不想要被控制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就回他说，这个有点要绕路不顺路，学校旁边有一间饮料店也不错，你要不要那一个好不好？然后过一下马上就回我说，没关系，那不要了。对，然后我看了这个，就踌躇了到底1分钟，这个有没有生气的成分在里面？依我对他了解，应该是会有。因为我就想，过了1分钟，好，会回答说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去买啦。你要喝什么饮料？然后就回我说，不用了。我刚刚已经说不要了，谢谢。然后回到家就看到有个人坐在床上，看着我有没有拿饮料，都没有，然后就跟我说。我从刚刚到现在都没有喝到半滴水，我渴死我好了啦！我讲我听到这个很生气，那么抓嘛？那我不是生 double confirm 是他说不要的，但他说不要，所以我不是生气他，我生气我明明知道他应该会这样，为什么不去买了绕个路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这还是第一件事，还有刚是放学嘛，现在是上学。上学的时候，就我带小人去上学，回到家了，就很快半小时内回到家，衣服都换好，准备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BB 来，你去市场帮我买玉米啊，要买什么水果啊，太贵就不要了。想要回他说，不方便，我已经回到家，又怕说他会觉得我忽略他，好了，我会担心说他好像不重视他的需求这样子。对，我就去市场，刚好星期一，很多都没开，就真的没买到他要的，我就回去了。然后他就密我说，你不会去全联吗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要怎么做大事呢？哇塞，这有一眼。然后这个我好想再回他说，因为其实全联是跟市场有一段距离。那距离不会太远，就搭公车太近，走路又太远的一个距离，很麻烦，而且一个东一个西这样子。这时候我就很害怕，说我回他说，他就会说不用买了，我又要再去猜你这个不用买了到底是要买还是不要买，这样子。然后我每次我都在思考这件事情，我都会怪我自己，是我的错了，明知道他性格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要去碰运气，说赌一个我方不方便。然后换了我一整天都不好过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后来又想一想，说他为什么不可以为我着想？近轮生存记。而且呢，如果我回他说你没有为我着想，我又想到我会被他反 PUA 说，那你有为我着想吗？我为你生了小孩，你为我买个东西是会怎么样？黄太太刚刚以上所有的行径，认为他是 PUA 吗？请举牌。没有。我们要不要先确定黄太太没有看电视？没有。要不要先确定她没有在看电视？你们都说不是啊？不是啊，不是。我觉得不是。我觉得，只有我们俩都不是的话，只有我们4个说是啊。那他可以看电视。没有，我觉得有时候这是臭直男的问题，因为臭直男就会不懂女生这些小情绪，然后就觉得自己被 PUA， 觉得不算 PUA。他算，可是但是你要了解他，因为有时候女生她只是想要说得到的是男朋友就会说好，马上帮你买，想要得到一个宠爱，可是男朋友却就在那边说很麻烦呢，很麻烦呢，这样就会很不爽。你刚那样真的很臭直男。对啊，他内心一定就是这样，而且就是你拖完然后回到家，你就再走出去买，反正你也没事啊，就没差。不能这样子，不能因为他没事就随便就是使唤。我是没想到我们举圈的举圈比举差的少啊。像我刚刚觉得听到买玉米那个，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就是我跟你虽然说我的指令只下说你去菜市场买玉米，但是你买不到的话，你不是应该要反思说，那我现在该去哪边买？你不是应该要解决问题吗？对。结果他居然因为买不到，他就真的回家了。我会觉得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？因为他不想吃玉米啊。所以你们认为黄俊仁是一个说一动做一动的人？不是，因为
因为我就会没心。接下来，好，各位，接下来我只开放3分钟，我们开始批评黄敬明来。开始小时达，现在全联有小时达，你只要点399免运，他就帮你送到家。哇，我们今天有置入哦。但是他不会的话，就是他可以学一些。1个小时内会送来啊？1个小时内会送来，你老婆以后都不会再烦你了。他只要点，对啊，现在有那么多外送，的确是有这个选项。来，下一个嘛。现在赶快拿奖。吐槽我，快点，好严重。不是，为什么就不一起解决这件事情呢？就今天他讲这件事情，不是为了自己需求，他是为了煮家里的晚餐。他只是叫你去买个食材，但是他回来之后，他还是要继续做别的事情。然后呢，那你就不帮他解决买玉米这件事情。不要气啊！来，飞去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沟通不良而已，但是男生真的对女生好一点，要爱老婆多一点。好，我没问题。来，我们现在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大家剩下最后30秒，来，快抓紧时机。对，我觉得是沟通的问题，但是就是你知道买玉米就是这件事情，或是买饮料，再也不敢吃玉米。就是你就问多一点，多想一点，多做一点，就是他就不会有 PUA 了。对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哦，他很在乎我，那没关系，我随便喝个超商的饮料我也 OK。哦，非常好，还有红利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比如说，如果说买不到饮料的话，我可以说那个肉 7 OK 吗？这样子上面问一下也是 OK 的。对，不是没有就没有。就你说来。我觉得里面有 PUA，就是他老婆说那个什么，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还能做什么大事？这句真的有夸张，让他恐惧。我刚刚也是这一句不舒服。可是我也会这样讲，再怎么样都不能讲这一句。那不能前面提出来，你们有沟通协调过这件事情吗？那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一再的发生？你可以跟他讲说，那你以后可以提早跟我说嘛，或是你要出发之前问他说，我要去接小孩，今天没有什么东西要我帮你买吗？你也可以去这样子2个人去做协调，而不是你自己一直觉得好委屈哦。我去接小孩前先问他，我不是干嘛自找麻烦呢？他没有要吃，我干嘛问他？问了，反正他好，那我就要吃了。那我就要去买。太让老婆生气的呀！也不是，就不要，因为刚才你想说一个人我不接，但我有带着小孩。哦，麻烦了，就想走，已经要回到家，又走回去，就爸爸你干嘛又要回去之类的，对啊，我就到时候就被小孩 PUA 了。我们有专家。海苔兄，刚才那句话，这点小事做不好，你未来还能做什么大事？其实这句话够不够逼？我其实觉得静茹你本身应该有感觉到被 PUA 啦，你本身应该有感觉到。当然我会举差的原因是因为你 PUA 前面还有一个更明显，刚刚雨珊有讲到，就是你们沟通不良嘛。那你一直在从他开始讲故事到结尾，你没有发现他一直说好远哦，这里也好远哦，那里也好远哦，就是你不是跟那个全联，也不是跟市场很远，你是跟你的太太很远。天哪，真的远的，真的远的是这个，就是因为弗洛姆有讲嘛，感情最重要是投入，你真的有想要投入吗？你有想要帮他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就会时不时来这个玉米或者是饮料，你有先问他说，你有想要吗？你只会觉得好麻烦哦。但是他总是就像你说，他总是临时才想到嘛，怎么办呢？投入之外，你还有界限，就是当你打电话给他，说今天要带小人出去了，然后要去上课或干嘛，然后你就可以顺便问他说，那我回来要帮你带什么吗？那他说没有嘛，或他说他暂时想不到，他在你已经回到家半小时后又会发生一样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再跟他补一句说，那我大概今天11点25分会到家，如果你在那11点10分之前告诉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买一些东西，之后就没办法。同一路的，也是那种重出荧幕你刚刚大概在咆哮。我没有，我在帮他呐喊。你其实就没办法。所以他最后要这样说吗？你要他刚刚说的说建立新的游戏规则，对，跟你们互动的。先讲清楚嘛，把逻辑建立起来。多棒！还有真正远的不是地点，他是说讲的非常好。其实你很难受，是你真实的感觉都没有办法跟他讲，所以我还说那是很远的。你就直接告诉他说，每次你就是事后才跟我讲，我可能会觉得很远，然后带小孩。如果是你，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带一个小孩，可能开个火都没办法。我觉得讲得非常好，好明确。还有你的孩子叫小人还是小伦？小伦的小人。我刚才听小人呢，听的小人，小伦。恐怖情人阴魂不散，情绪勒索超可怕。
他只要一分手，他就会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躺在那个马路上。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就会被车撞死。然后呢，警察看到这通电话是打给你，你的人生也就会被就是有这样的记录，据实据分，对他就是也言归于尽了。对。好恐怖哦。我有一任男朋友大我很多岁，然后我就非常的崇拜他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年纪大，而且我又喜欢年纪大的男生。然后他又学佛，就是喜欢被照顾，对，朋友长辈缘的。对。然后他又学佛，所以我觉得他很善良。所以有一阵子呢，我非常非常听他的。我记得，因为我们拍8点档嘛，班表都很可怕。然后连续好几天之后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每天2点发凌晨6点，7点书画，那我怎么睡？这个班表很烂呢。我就这样讲，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说，你知不知道你要惜福？做演艺圈是有福报的工作，多少人想要拍戏，想要像你这样，你在这边抱怨。然后我就说，对，你说的好对，我怎么可以抱怨呢？好多人想要拍戏哦，我可以拍戏，可以赚钱。好，那我就不要抱怨，就这样长久就听他的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如果你觉得不顺的时候，你就要叫做布施。他叫我要捐棺，所以那一阵子呢，我就3个月捐1口棺。然后那个就是捐棺材，就是帮助一些往生者。有，就1口棺5500这样。他就跟我讲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捐棺啊，会越来越顺，没有错。可是如果你用别人的名义捐棺，你功德是 double 的。别人的名义，他叫我用他的名字捐棺。就是我如果我要捐钱，我写他的名字，然后把这个钱捐出去。然后我就做了，我将近做了3、4次。他买单你付钱嘛？是不是这个？对，他买单我付钱，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觉得你最近容光焕发，而且越来越顺了？学佛人就是会这样子，运气会变好，然后人会变漂亮，工作也会变得比较多。”那他自己本人也是都从来不抱怨，然后一直很惜福，一直不一定哦，因为他会说有时候讲出来。比如说他会骂我说，因为你很笨哎，我就会跟他说，你为什么要骂我？你不是说造口业吗？他就会说没有，我是在帮你消业障。如果有人骂你，你就要谢谢他。他就会这样跟我讲。可是那一阵子其实，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爸妈有点像，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也是很虔诚的那种道教信徒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对于这件事情好像很习惯。就是小时候好像被情勒习惯了，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蛮正常的，这是爱的表现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更夸张的是，比如说我们在进这个剧组前1个月已经请好假，请今天，可是因为8点档常常会因为播出压力，就突然跟你说，我们因为有播出压力，你不能请假了。然后他就会讲说，这就是你没有福报啊！如果有福报的人呢，老天爷就会让他可以请假，然后也可以去上班。你就是捐棺捐的不够多，他就会叫我去吃素、捐钱、念经，然后去做这些事情。你们交往了多久？大概半年7个月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是后来跟朋友聊天聊到这个之后，他们才说你是完全被情勒。其实情勒好像就是 PUA 吧？对，就 PUA，就是情勒跟 PUA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情勒的人他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，而且他会觉得自己有被勒的感觉。那我没有。但是 PUA 的人呢，是生气之后觉得好有道理啊。对，我是被挂了。好疯哦！他已经算了第2个人了，算第2个人了。子璇，你刚刚在分享是前男友还是个神棍的故事？真的是一个前男友。你很容易被宗教洗脑，你好适合被宗教洗脑。我觉得我很容易，就只差没有被人家那种就是有没的叫你去洗澡那种。对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特例，你刚好遇到了一个灵性上面有点神棍的前任。对。但是其实有些人会透过灵性去绕道。比方说你做错一件事，就是怪给福报，怪给一些事情没做好。因果。对，因果都你前世，我跟你讲，你会这样都是因为前世做错坏事。对，他就会把它推到其他的地方，然后去做功德。可是问题是这样的话，反而你没有面对你真正的问题。比方说你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要跟剧组讨论吧？对。但是你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就听他的。对，你就全部就靠那些棺材，然后想说看哪一天棺材可以帮我想办法。但实际上棺材没有办法帮我想办法。我帮你想办法。
不是都是人助天助自助嘛？然后你也要去做一些事情，对。然后而且他蛮厉害的一件事情，他使用一个技巧叫做道德劫机。你知道什么叫道德劫？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劫机的话，最可怕就是你不能跳机嘛。对。所以他等于在道德上面帮你绑架在飞机上。哦，你就走不了。对，然后你就走不了，你也觉得说，哇，好像只有这条路嘞。对呀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捐官？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名字就名字给他？你没有别的选项，你只剩下这一个选项。所以被 PUA 跟情绪勒索很大的差别就是 ，PUA 的人会眼睛里面觉得都只有这个做法才是对的。因为只有子璇是这样的，什么样？对不对？死傻瓜。嘟什么嘴啊？他何尝不是这样的人？哦，对。我在谈恋爱上面，我觉得更难，是因为我虽然是就是中性，可是我其实没有很常跟，比如说大家所谓的 gay 出去。因为感情上面，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一直不被需要，或者是没办法跟别人被宠爱的感觉，所以我都会跟那种臭直男交往。然后因为那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去当兵，所以我就在里面这样，就是当兵1整年的时候，刚好就遇到一个，我就想说啊，他对我很好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我就唯一一个可以寄托这个感情的对象。然后他就觉得说哇，就是有人都一直照顾我，所以他就开始叫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答应。然后他那时候呢，都会说什么叫我就是陪他聊天，我都会去。到后面他开始就变本加厉，他就会说，我觉得你今天这妆很好看，你不准卸。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不能卸妆？他说因为就是你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不可以卸妆。然后如果我卸妆，我想要做自己的时候，他就会说你凭什么卸妆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然后到后面呢，他开始就是越来越疯狂了，因为周末我们就会放假，然后放假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就会说。来我家，然后我就说哦好，然后我就骑车去他家，然后他就抱怨完他自己今天所有的事情，就像是刚刚你可能吐苦水这样，然后一讲完他就说好了，你可以回家。那我说为什么我就要马上回家？前面我都会听，然后我说好要回家。然后到后面呢，我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要在这里，我想走才走，为什么我一直要被你控制？然后他那一天就发火，就打我，打完我要拿门夹我啊什么，要发火这样。然后我说你不能打脸，因为会被发现，而且我还不是因为我说怕怎么样，我说是会被发现，这样就会被发现。那为什么会怕被发现呢？是因为我们不是在里面，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感觉，或者是就是有这种感觉，因为不是拘泥不行，是他本身他还是所谓的异性恋，他不想要觉得他自己，不想让人家知道，对他觉得我们就是相处这样子，为什么要讲？所以他前面这样打完，他隔天然后我们上班的时候，他就会说早安。然后我就会想说，现在这个是什么情绪？好会演哦。然后说早安，要不要吃早餐？走，我们一起吃早餐。因为他不想要被发现说我们好像吵架或什么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分开。你就真的当完兵了，然后分开，我想说跟他就可以不用保持联络，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开始又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，他只要一分手，他就会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躺在那个马路上这样躺着，然后他就打给我说，我现在就在他家那个楼下马路上躺着，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就会被车撞死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通电话就是最后警察看到这通电话是打给你，你的人生也就会被就是有这样的记录什么的。他说你也洗不清这些。就是你也洗不清这些，就是要怎么讲，就是历史剧本，对他就是也想未于尽了。对，另一半情绪勒索，竟连出门都被管。他人不够啊，我就帮他算账啊，帮他用一些有的没的写文贤内助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觉得我需要出去放松一下，我跟我朋友出去。他就说，可是我都在工作，你为什么可以出去玩？我是为了我们两个的未来而努力。行了。玉石俱焚，对他就是也想未于尽了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然后我就真的要去哦，我就一直都会被他这样控制，因为他发现可能我不去找他了，他就开始用传讯息的，然后后来他就会传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可能会跑进来偷拍我洗澡的照片啊，或者是我睡觉的照片啊，这个人很有问题耶，一些丑的照片。然后我想说，为什么你要留着这些？然后他都会说，你还记得当时候这个我们在干嘛吗？什么什么的。然后觉得哇，好可怕。所以后面已经开始，我觉得他从情绪勒索，然后开始就是一直到现在有点控制，然后到现在不断的就是你会一直觉得说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骚扰你。因为我们工作其实有时候还是会遇到，就是在可能不小心遇见。但是因为就在这个圈子嘛，那么小，
但虽然不是做真的同一个幕前的，他是幕后的，那我就不想要搞坏这个关系。他这个应该不是所谓的 PUA 啦，这不是，他不是，因为他刚刚自己有讲出来啊，他是情绪勒索嘛。那情绪勒索就是3个重要要素嘛。可是一开始他是很舒服的，一开始。对了，可能他是欲取欲求的，一开始。一开始欲取欲求，但你比较明显感觉到是已经有一些害怕了。就情绪勒很重要，是恐惧嘛，然后责任，然后觉得罪恶感，然后这一个人他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格上面的状况，那可能不论是伤害别人或是伤害自己这样，可能是自恋型人格或是边缘性人格的一些特质。那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觉得有2个很重要的关键，第一个就是要分手。然后第2个就是你可能不是你去治疗他，而是让别人去治疗他，因为你再来治疗他，你会把你整个人都拖垮下去。可是有些时候爱在走，然后你就是整个人会跌进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叫做洗脸法，不是去洗他脸，知道吗？你要冷水洗脸，把冷水放满那个洗水槽，洗了之后把脸放进去，让自己憋气憋在里面，然后呼吸不过来，然后赶快自己头抬起来嘛。这个过程会让会不会有时候会来不及怎么办？潜意识就想要来不及。你长这么大，有别人在洗手槽溺毙的。我不会游泳，只是这样哎。然后你起来的时候，你当然会有一个重开机的感觉。真的对，不然你就是洗冷水澡也有一样的效果。非常好，值得试一试。女王团被 PUA 的经历应该有吧？有。来，就是我前男友之前呢，他就是开始创业，然后创业之后一开始他就很忙嘛，我就想说哦没关系，就一些小事我就帮他做啊，比如说他人不够啊，我就帮他算账啊，帮他用一些有的没的写文案啊，贤内助哦。对，然后我就开始帮他用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哎我自己有点负荷不来，因为我自己原本有工作，我就说那是不是你应该要请员工了？也一阵子了，他就开始说。哎呦，就是请人，然后你做得好啊，然后就开始一直讲类似这种话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像也是啊，我就开始继续帮他做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我身心压力就越来越大，因为就同时我要做我的工作，在家就是我要帮他分担他的工作。有薪水拿吗？没有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觉得我需要出去放松一下，我跟我朋友出去，他就说，可是我都在工作，你为什么可以出去玩？然后我就说，啊。这样子就是我都不能有自己的时间吗？他就说，但我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啊，那为什么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时间？我是为了我们2个的未来而努力。行了，这算行了吧？行了，因为他并不罪恶感，用他罪恶感。对，没错。他攻你的弱点，对吧？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也是。不知道算是情勒还是怎么样，他会常常让我觉得，哎，我自己很糟糕。比如说，像因为我之前比现在还要胖大概10几公斤，现在已经没有很瘦，以前更胖。然后他就会跟我说，全世界没有男生会像我爱你，所以你不准跟男生联络。是话，对，这个没有人会爱你。然后比如说，因为常常会跟好姐妹出去嘛，到后来他会跟我说，哎，你不可以跟好姐妹出去，但是因为你可以出钱才会跟你出去，没有人把你当朋友，只有我。是真心的对你好，类似这样子对。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吗？他其实真的对我蛮好，但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很向往自由，射手座，但是久了我就觉得，哎，他说的好像都有道理，对，然后我就会变成觉得，对，他说的都是对的。可是到后来变成我们。甚至连很常吵架，就比如说我不能这样，可是他可以跟朋友出去，但我不行。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要跟他的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要去吃宵夜，结果呢，我在家就接到了我朋友电话，你男朋友怎么跟一个女生一起去吃宵夜这样子？然后我想说，他跟别的女人去吃宵夜，我就问我朋友，那他们2个有怎么样？是没有什么互动，但是他们一起吃1碗面，这样子对。到某一天。我终于忍不住，我问他说：“那一天你是不是跟一个女生去吃宵夜？某某某有看到。”他就变脸，他当场变脸。如果你那时候就知道，你为什么不问我？你现在是在怀疑我是不是？你觉得我不够爱你吗？我跟一个女生去吃宵夜，怎么了吗？所以你现在就是笃定了我跟他要怎么样，还是我现在去给车撞？就是类似都会讲这一种话，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我太控制了？是我的错吗？我就会开始一直反省我自己，对我开始一直自我怀疑。另一半这样做到底算不算 PUA？ 男友每次帮我拍照都说你这个角度太胖了，需要修图一下，我却变得不太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。单纯觉得男生他只是懒得拍照而已。没有到 PUA， 因为他就是可能真的胖了。他可能说实话，为什么不行讲实话？
我就会开始一直反省自我我怀疑自己，对我开始一直自我怀疑，然后有一天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快崩溃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、很可以自我疗愈的人，可是跟他在一起大概才半年而已，我会觉得天哪，我过得好不像我自己，然后才对脱离这一段不健康的关系。还好你脱离了，对。刚刚那个飞旋的那个手法，他的手法要责任转向，责任就明明是他做错事，他不但不承认他做错事哦，他还说还不都是你，然后你还相信了，这个叫做责任转向，很常见的。我的话是我一个朋友，他是刚刚生完小孩第一胎，那你知道当第一胎的话会比较就照顾小 baby 一点嘛，可是她的婆婆呢就是一个比较，因为现在的育儿观念我跟以前不太一样，那她婆婆就是看到小孩或婴儿就会想要去吸啊、闻啊，或是咬脚啊等等之类，然后加上她婆婆的一些居家的清洁观念也跟我朋友不太很像，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刚生完第一胎就比较紧张嘛，他就希望说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亲近我的小孩，然后或是太过度，他觉得会有很多病菌啊等等，所以他有时候婆婆来找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说可不可以就是稍微不要那么密集的来，这样跟她老公讨论。那她婆婆很厉害的是呢，她就也不说话，她就说哦好，然后呢转个身，她就会跟她儿子说，哇，我觉得就是你娶到这个媳妇啊，真的很羡慕你，因为她真的好懂事哦，然后好会教小孩，而且你看她把那个家都照顾得好好，像我啊，好像那个整洁就不是很好。那我觉得就是你们家真的都好干净，然后所以害我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去你们家。然后呢，我那个朋友的老公听完之后就觉得说，哎。对，好像是我们对妈太严苛了，然后好像其实妈偶尔这样子亲啊，或是咬小孩的脚也还好吧，然后就这样跟我朋友讲，然后最后她婆婆就很顺利，就是来他们家住进来，然后就帮忙照顾那个小孩，然后还是照样的，就是你知道对小孩就是又亲又抱啊，干嘛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哈，这还得逞呢，他就说没办法，因为他会一直跟他儿子讲这些话，所以。而且讲得很高招啊。对啊，你觉得以退为进的，对，以退为进这种方式，然后就欣然接受。哦，非常好。大家经过了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，大家对于 PUA 跟情勒其实开始，我觉得这个厘清是蛮重要的。是。那么其实我在今天以前，其实我还不太，我总觉得两个是同一件事情。好，今天接下来是女王大调查。这些话语你觉得是关心还是操控？有意思哦，准备好啊！来圈插牌哦，请出题。来，有跟老婆报备要和兄弟聚餐，期间聊得太开心，没有注意到老婆来电。等看到讯息的时候，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。回拨电话给老婆之后，却换来一顿骂，说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，以为你出了什么事，并且要我立刻回家，不然以后就不要再参加兄弟聚会了。请问我是不是被 PUA 了？这是不是被 PUA 了？哇！请举牌。好难哦。不是，都不是，只有你一个认为是。哎，为什么你认为是？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就是打电话担心，这都还好。可是要他立刻回家，如果你不立刻回来，以后你就不准出去。这个部分让我觉得有道理。所以我问你哦，如果你是这个人，你会不会回家？会。这对他来讲就是 PUA。哦，他会听话，他会听话。你很容易中招，你很容易中招哎。你会照着他的规矩走。懂了吧？我们今天就要厘清 PUA 跟那个情勒的差别。哦，大家看很明显的，都知道这不算 PUA，对不对？蛮好的哦。来下一题。下一题，我花自己的钱买了一个喜欢很久的名牌包，回到家开心的跟老公分享。他看了之后说，这个包好看是好看啦，只是家里开销也不少，你买这个会不会太冲动？哎，我是怕你不常用，万一后悔很浪费。后来只要我看到自己喜欢、想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都会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在乱花钱？请问我是不是被他 PUA 了？请举牌。哇，这有点好难哦。哎，都是哎。恭喜，全部达成共识，全部通过。我觉得因为前面我们每个人的范例讨论的很好，对，大家有受到教育的，没错没错，我们学会应该是感到自责就是吗？对不对？感到自责，在怀疑自己，自我怀疑。而且 PUA 一贯的手法是不是他会先讲肯定，然后再讲后面他真的要讲的东西？手法大概有7、8个吧，大家可以去我 IG 看。不是，讲不完。
好，但是我讲一个，像这一个，它是使用正反相间。就是就像你说的，他先跟你讲说好看是好看啦，啊，你这样是不错啦哈，但是怎样讲会更好？你为了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更好，所以你就会更努力。但你没有那一天，知道吗？你不会达到那一天的，因为你永远都会不够好。而且他讲这个感觉是有点是你以前就是有这样，所以我不会讲这些话。你可能就是有曾经也买了东西，然后就觉得你太冲动，然后你也放在那不用，然后前面我觉得这段话的确有潜力可循，而且他后面还装可怜呢，就是明显的他就是一个会冲动消费的老婆嘛，很正常吧，对不对？来下一题，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最后一题喽，很棒。男友每次帮我拍照都说你这个角度太胖了，需要修图一下。有一次我穿紧身洋装，他说这衣服很贴，不会觉得有点撑吗？他每次都笑笑的讲，但我却变得不太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。请问我是不是被他 PUA 了？这好难哦。啊！美女主播被 PUA， 却因这动作大歪楼。会想要穿比较，比如说像少女那种服饰或干嘛的话，他就会说。可是你不觉得你身为一个主播穿这样子很不得体吗？后来真确实导致我去逛街买衣服，明明我看那个衣服是我很想要知道露哪边。等一下，慢慢，什么衣服？我还说哪边？我想要知道那一件衣服在哪里买，因为单露这里是不是？这好难哦。哇，这个模棱两可。PUA， 你觉得是还是不是？准备，请举牌。我只是觉得，你要看当时的语气。如果换成是我是单纯觉得男生他只是懒得拍照而已。因为我怎么拍我都不会达到你的要求，不要找我拍啊。因为怎么拍你都会说不好，我已经照正你的规格。我帮你拍了，你还否定我？对，然后想说他只是在想办法摆脱说啊，你下次你不要，你想要拍的，想要听到你想听的话，不要找我拍。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没有到 PUA， 因为他就是可能真的胖啊。他可能说实话，为什么不行讲实话？他就是说，他可能问他说他说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撑？他说对啊，这确实很撑啊，又没有情绪勒索。因为他有说他是笑笑讲，他又不是说你不觉得很撑吗？他没有这样啊。如果他觉得说你不觉得很撑，他不是情绪勒索，他并不是刁他。对啊，因为他是说你不觉得很撑吗？这个会这样子，会啊，像我觉得说，哎，你不觉得你很胖吗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对啊，说真话吧？对啊，哎，难道两个男女朋友在一起不能说真话吗？因为像我朋友，如果一个女生的朋友闺蜜，她买一个包包，说你觉得这包包好看吗？我说你不觉得很丑吗？我没有 PUA 他，我这样回答那叫 PUA， 不对啊，对？奇怪啊，不用问我啊，奇怪。我刚刚有点怀疑，就是我在插跟圈在选择，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从他的角度怕别人怎么去评论他，所以他先帮他讲了这个话，所以我觉得他有点是为了他着想，所以说出来的。当然啦，对。但是因为他导致之后那个女生心里面有点阴影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变成 PUA。可是他说的方式不是说我觉得有点撑，他是说你不觉得有点撑吗？他有问疑问句，这样才会让他更自我怀疑耶。就是他不是他如果是讲说我觉得有点撑，我觉得他讲他自己个人观点。我倒觉得这个话没什么问题。因为他问他如果女生觉得他不觉得，然后说好 OK 啊，那我只是提醒你一下，对。像我就是有一个男朋友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以前工作是主播嘛，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想要穿比较，比如说像少女那种服饰或干嘛的话，他就会说。可是你不觉得你身为一个主播穿这样子很不得体吗？不对，他说你就是应该要穿一个比较适合你职称的衣服才对。所以后来真确实导致我去逛街买衣服，明明我看那个衣服是我很想要知道露哪边或等等，越买越成熟。我就会想说，等一下，慢慢，你刚我还是会露哪边？你干嘛穿成那样了？很明白哎，要露右边呢。我想要知道那一件衣服在哪里买，因为单露这里是不是？那个是运用品店，单露衣服，可以搬开。我也想穿呢，这个单露一颗的，单露一颗的，哺乳衣，他刚刚是我家是运动品对。
但是导致我后来买的衣服就真的是比较偏端庄的 OL， 或是比较偏那种 one piece 的衣服等等。陈子轩要听女生说法来。我觉得是要看他的态度哎，而且我最怕人家跟我说你怎么样都好看，我最怕听到这个。没意见，没意见容易好看，一点建设性都没有。对，我最怕听到那个。他干嘛问你？对，还是要有。尤其你是我的另一半哦，对啊，还是要说实话。你都不讲真话，哇，那我要问谁啊？对不对？可是海苔兄，你竟然举圈呢？就是其实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是不是 PUA 跟那个人的感觉很有关系。对啊。然后他最后的那一句话是说，我变得不太喜欢穿自己的衣服。那陈哥，你可以这么的笃定说不是原因，是因为你的自我是很稳固的。人家讲话不会影响到你，但是这个人他可能进入了一个自我 PUA 的状态，就自己 PUA 自己，别人可能只是好意，但讲了之后呢，他就走到心里去，然后觉得别人会不会这样想，会不会那想，所以他其实是自己在 PUA 自己，他不是别人来 PUA 他。那心理素质的健康和强大如何培养？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你要有一种慧眼，是训练出、锻炼出他是不是正在帮你感觉。比方说刚刚巴宇有讲，对，巴宇讲得很好嘛，就是他有一句话是说，你不觉得会有点撑吗？这句话叫做帮你感觉。我觉得你这样穿很撑，跟就是你不觉得这样很撑吗？你这样吃会不会觉得太饱啊？对啊，你今天会不会睡得有点不太好啊？你头发会不会有点痒啊？就是帮你感觉，所以你要辨识帮你感觉的人，其实有可能就是要轻踏你界限的人，操控你情绪，对，警铃要响起。对，然后在那一刻之后，你就想说，我是真的这样的感觉吗？就像你刚刚讲的嘛，我是真的觉得有点撑吗？我没有啊，我真的有点丑吗？对啊，丑，但我要穿。所以你要自我对话一下。对，你要有一个感觉，说他正在帮你感觉。否则你就会陷入那个，我说个人要有自己的自我觉察的能力，没错，要不然就是心理素质要像你那么稳固。就还问他说，你不觉得有点撑吗？我说撑让我喜欢。我叫曾国琛啊，我曾国琛，曾国琛，好的，曾国琛，他 PUA 我。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挺好的。对啊。但一段真正健康的关系，应该建立在平等跟尊重以上，不是让你变得越来越渺小。拿回情绪的自主权，要记住，每个人都值得被理解，而且应该被好好的对待。你看，有些讲着，当你这样有一种感觉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有没有，他是不是越来越瘦了？真的有。前后呼应，怎么前面有什么厉害？绕一圈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女王大人，我们祝福大家，下次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